你真的了解中国吗？事实上，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能说清楚中国为何能在短短数十年里实现巨变。本期影片将通过中国一系列改变国家命运的重大工程，带你一次性看清中国如何从一穷二白走到今天的地位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你见过这样的中国地图吗？天空之中，一根根代表气流运动的线条交织密布，将全球4大洋的水汽源源不断地送入中国，如同一条条天河。在大地之上，天河之水又化作4.5万条江河，日夜奔流，让中国成为世界上河流最多、景观最丰富的国家之一。在我们熟悉的故事里，这些江河塑造地表，滋养生灵，哺育出灿烂的华夏文明。首先，让我们从中国水量最大、长度最长、流域最广的江河长江开始讲起。它的年净流量占到了全国江河总净流量的 36%， 相当于17条黄河。汛期时最大净流量更是平时的3倍之多。如此汹涌的水量，一旦处置不当，就是一场无情的灾难。要是能有一个巨大的水库，把洪水都存续起来就好了。没错，你眼前看到的就是中国最大，在当前世界至今都无法超越的三峡大坝。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枢纽之一，总长约2335米，坝高约181米。它集防洪、发电与航运于一体，在防洪时能调蓄巨量洪水，发电能力也位于世界前列，并显著降低长江干线运输的难度与成本。工程亦引发广泛讨论，包括移民与生态影响，但其对整个流域防灾与能源供应的战略作用不可忽视。三峡水库的库容高达450亿立方米，可以吞噬3000多个西湖，但这还不够。放眼整个长江，上游有向家坝、西洛渡、白鹤滩、吴东德4大梯级水库，支流有亭子口、构皮滩、二滩、锦屏4大梯级水库。现在有50多座大型水库守护长江流域。在蓄水能力方面，中国实际上又修建了3座大型水库。每年汛期到来之前，水库都会放空部分库容进行防洪，放空的水量叫做水库的防洪库容。当洪水到来时，这些库容用来在坝后拦蓄多余的水，防止洪峰同时冲击下游，增加风险。同时，拦蓄的洪水有组织地向下游泄洪，从而减弱或延缓洪峰来袭，确保下游安全。整个流域还受到3万多个监测站和气象卫星的监控，实时传输降水量和水位数据。他们为科学家提供精准的降雨和洪水数据，从而实现水库群的统一调度。接下来，我们再看看南水北调工程。迄今为止，它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。该工程主要包含东线、中线和西线。中线自丹江口水库出发，穿越河南、河北，最终抵达首都北京和天津，全长约1432公里。它并非单纯抽水上行，而是以重力与工程设施配合，设计出渠、渡槽与隧道系统，使江南水自然北送。工程历时多年，为保护水源地，曾搬迁数十万居民。截止2023年，中线已累计向北方输送将近1万亿立方米水量，覆盖上亿人口，成为稳定华北用水的国家命脉。这项宏伟工程全线贯通，途经8个省区和4大流域。截至2021年12月12日，东西2条水线累计调水量已高达惊人的494亿立方米，其中包含河南、河北、北京、天津等40多座大中城市和280多个县区市。通水9年以来，足以填满黄河全线的水量已输送至华北地区，这意味着44个城市的1.7亿人口如今饮用的是长江水。如今，在现代科技的赋能下，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河流，甚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创造新的河流。你现在看到的是太行山，在这里，悬崖峭壁上不仅有道路，还有一条悬挂的河流，那就是红旗渠。它将水引到河南省林州市。长期的干旱迫使林州人民徒手用简陋的工具凿出这条70公里长的水道。然而，这70公里的水路在浩瀚的中国大地上也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。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河流都是通过人工建造的。中国夏季水资源更为丰富，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南方地区。这些人工河流旨在打破这种极不均衡的分配格局，重塑中国的水资源配置。
然而，建造人工河流也对人类构成了严峻的考验。在陕西省，一条98公里长的引水隧洞贯穿秦岭，将汉江水引入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。在甘肃省，黄河水穿越沙漠，滋养了一系列绿洲城市，并抵御了沙漠的扩张。除了人工运河，中国在大型桥梁的建造上也有所建树。这是港珠澳大桥，该大桥全长约55公里，连接香港、珠海与澳门，是一项极其复杂的跨海工程。为了避开航道与保护生态，该工程主要采用桥、岛、隧的组合方式进行建造。在建设过程中，铺设了多节巨型沉管，沉管的对接误差实现毫米级控制。项目总用钢量高达数十万吨。通车后，区域陆路通行时间由数小时缩短至几十分钟，极大促进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。中国高铁网络在数量和密度上已位居世界领先，超过4万公里的高铁线路连接了全国主要城市，实现了真正的高速互联。4万公里的运行里程远超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，它让100多座城市紧密地链接在一起，覆盖人口达到了10亿人，每年连接数万亿美金的经济活动。复兴号等列车的运营时速可达数百公里，列车稳定、准点、舒适。从冰雪覆盖的高寒地带到热带海岛，这个庞大的网络每天都在高速运行，同时高效而迅速的建造能力，也让这个网络时刻都处在延伸之中。这是中国人最雄心勃勃的超级工程，这一切不是结束，而是一个开始。更关键的是，高铁核心技术已实现自主研发与产业化，中国的高铁标准与设备正逐步出口海外，参与全球铁路建设。高铁复兴号在川藏铁路上高速飞驰，而该铁路更是一项穿越高原与断裂带的超级工程。线路穿越多座雪山与深谷，面临高海拔、缺氧、强地质活动和极端气候等多重挑战。为确保施工与运营安全，工程采用精准的隧洞施工、桥梁空中架设与高原施工专用技术。像雅鲁藏布江大桥这样的关键构筑，需在高空用直升机及毫米级拼接完成钢构安装。川藏铁路不仅提升区域连通性，更具有重要的战略与民生意义。从天安门出发，沿中轴线向南46公里，一座崭新的世界级地标性建筑已然成型。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与首都国际机场组成双枢纽，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。从超级工程到中国新国门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直都是世界的焦点。2016年被英国卫报评选为新世界7大奇迹之首。大兴机场航站楼综合体建筑面积140万平方米，相当于 3.2 个天安门广场。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航空港之一。北京大兴机场以凤凰形态著称，主航站楼面积巨大，设计追求高效与人性化。这座机场仅从空中看下去就已经令人震撼，整个航站楼呈现5条指廊的放射状结构，像一只展开翅膀的凤凰。总建筑面积140万平方米，相当于63个鸟巢。主航站楼的屋顶由8000多块不规则曲面玻璃组成，建造难度堪称建筑界的地狱级。但最牛的是它的效率和设计理念，从安检到最远的登记口只需要步行8分钟。拥有全球首个高铁加地铁以及城际快轨4线合一的立体交通枢纽、全自动行李系统、智能导航系统、无指登机人脸识别，你在这里几乎感受不到等的感觉。建设过程中有个细节令人印象特别深刻，航站楼中心大厅的屋顶有一个光之穹顶，白天完全靠自然光照明，节能又震撼。这个穹顶安装过程堪称极限挑战，工人站在几十米高的行架上，靠1毫米1毫米的进行拼接，而整个机场的土建技术施工只用了4年时间，在全球都被称为中国速度的奇迹。建成后，北京从2环首都机场进化成双机场时代，年旅客吞吐能力达1亿人次，是中国连通世界的超级门户。它不仅仅是一座建筑，这更是中国现代化程度的象征。面对能源资源与消费地分布不均，中国推进特高压输电工程，实现远距、大容量清洁能源输送。典型工程如昌吉古泉1100千伏直流通道，全长数千公里，每年输电能力达数百亿千瓦时，已铺设的特高压线路总长达到数万公里。这张国家级能源动脉让风电、
光伏、水电等清洁能源能够规模化并网，并输送到东中部城市。再看看由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北斗，自1994年启动到2020年实现全球覆盖。北斗系统目前已在全球运行数十颗卫星，在许多情况下，它的性能优于标准民用 GPS， 精度达到米级，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达到厘米级。它还支持短消息服务、精确授时和全球搜救。北斗系统在救援任务和工业应用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是国际 GNSS 互操作性框架的一部分，并且正在越来越多地提供全球服务。未来，无人驾驶、物联网、智慧城市、智能制造、军民融合，所有这些对定位、授时、导航有极致要求的技术底层，都会有北斗的一份力量，在浩瀚的宇宙中布下一张精密的星辰网络。北斗不只是中国的骄傲，它是东方文明送给这个时代的坐标。在数字时代，5G 基站、数据中心与国家互联网骨干网成为新的基础设施。中国在过去10年内快速铺设了数百万个5G 基站，推进东数西算与 IPv6 规模部署，打造覆盖城乡的高速数据通道。这张数字长城支撑着无人驾驶、工业互联网、智慧城市与数字人民币等未来应用。它虽无钢筋混凝土，却是现代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血管与神经。说到沙漠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无边无际的黄沙，酷热难耐，死寂无声。不过沙漠并没有消亡，塔克拉玛干沙漠，这是中国最大的沙漠。几十年来，风沙不断向外蔓延，房屋、道路、农田都被风吹毁。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。经过40年的努力，中国建成了一条3046公里长的环绕沙漠的绿化带，地球上最长的人造沙漠屏障。它不仅能阻挡风沙，还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。那么，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？首先是基础建设，道路、灌溉系统、电网。仅在2024年，新疆就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用于沙漠治理。然后出现了3种治理模式。第一种模式，工程治理，在沙丘上铺设草编方格栅，它们可以阻挡风沙，减缓沙尘的移动。在巴楚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，工厂用织布机生产芦苇席，这是一种更快捷、更耐用的产品。安装这些设备的当地人也因此获得了新的收入来源。模式2，生物治沙，耐旱植物在沙地中扎根。有些植物还隐藏在沙地之下，一种名为肉苁蓉的沙漠草本植物被称为沙漠人参。要种植这种草本植物，必须先种植固沙植物。生态与经济交织在一起。为了扩大规模，政府为企业和农民提供激励措施，鼓励他们租赁沙漠土地，将其转化为农田，并发展可持续产业。模式3，太阳能。这片沙漠拥有无尽的阳光，非常适合建设太阳能发电厂。在沙雅县，54万块太阳能电池板产生清洁能源，足以满足43万人一年的用电需求，同时还能防止地面侵蚀。一些地区走得更远，将沙漠变成了旅游胜地。麦盖提县去年接待了50万游客，创造了就业机会，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。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到2030年，新疆计划恢复更多旱地，并构建一个完整的产业循环，将太阳能、生态农业和沙漠旅游连接起来。预计年产值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。过去40年，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沙漠斗士发现了一个强大的真理：在流沙中蕴藏着一条道路，从撤退到抵抗，再到复兴。三北防护林工程始于1978年，是中国规模最大、持续时间最长的生态修复工程之一，旨在遏制荒漠化、保护农田与改善区域气候。几十年来，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和生态治理，数以亿计的植被被扶植，绿化面积数千万公顷，多个沙漠区实现显著治理。这是一项跨代工程，其重要性并不体现在民生，而是对国家生态安全与人民生活质量的深远影响。中国在能源与科学领域也有一系列顶级成果。例如，白鹤滩水电站作为世界上复杂程度极高的大型枢纽之一，总装机容量位列全球前茅，其核心机组部件的制造与安装精度达到惊人的微米或亚毫米级，展示了中国在大型精密机械与水电工程的能力。再如中国天眼，
这是一座口径500米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，被嵌入天然喀斯特洼地，灵敏度约为此前退役的大型望远镜的数倍，用于系外行星搜索、脉冲星观测与暗物质研究。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在能源、科技与基础设施上的综合实力。这些工程的背后不是偶然，它们整合了国家层面的规划、庞大的工程队伍、完善的产业链与持续的技术研发。与某些国家因审批、融资与地方博弈而陷入长期停滞不同，中国的体制使得资源能够集中、快速地用于重大工程建设。同时，中国也在输出这些能力，通过对外承包、技术输出与合作，中国参与并推动了一系列海外基建项目，正重塑全球基础设施格局。基础设施不仅是钢筋与混凝土的堆叠，它是国家竞争力的底座，是人民生活改善的关键，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投资。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，用工程改变了国土的形态、经济的节奏与社会的可能性。无论你怎么看这些工程，他们都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世界。你对这些工程最感兴趣的是哪一项？你觉得未来中国还能带来哪些超乎想象的工程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与分享。我们下期继续深度解读，谢谢观看。